刚一只游隼从这边飞过去了，不知道抓了一个什么东西，黑色的，我以为是这只兔子嘞，还好它还在，就是发型有点乱。这个血脉压制太强了，吓得它躲在这里动都不敢动一下，感觉不是一只八哥就是乌冬，或者是鸽子。就在这里停了一下，一下就飞走了，我也没看清。每当游隼过来进货的时候，我都要把我家的小动物仔细的检查一圈，看一下哪一只小可爱被它给抓走了。目前来说，和黑色有关的小动物好像都在。看一下鸭蛋有没有孵化出来，别到时候孵化出来的没注意，又被它们带到沟里面去的。这么多蛋，如果全部都孵化出来了，那鸭子的数量要暴增啊！鸽子好像又下蛋了，母鸽子和母鸽子配对，每一次都是下4颗蛋。而且这一次又换位置了，已经第3颗蛋了。我感觉商家如果要卖鸽子蛋的话，用母鸽子和母鸽子配对，那下蛋的效率真的是太高了。要不过2天蛋下齐的，给它一锅煮了，别浪费呀。唯一一对比较正常的，第2窝小鸽子都这么大了，每次都是一只小鸽子。这里还有一对不正常的，也是母鸽子和母鸽子配对。也是3颗蛋，这2窝真的是神同步啊！上一窝他们2个悄悄地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下了4颗蛋，因为都是母鸽子，所以不受惊。我还给他们换了1颗鸭蛋让他们孵化，结果孵化的周期到了，他们就弃窝了。这个不能怪他们，我养6只成年的鸽子，有5只都是母的，这也注定导致有4只的性取向慢慢的发生了变化。这窝鸽子换班了，看一下蛋有没有下齐，又是4颗蛋，感觉现在4颗蛋已经成了常态了。如果不想浪费的话，就煮着吃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他们对孵化下一代的这个执念太深了，可惜没有公鸽子，主要是我也不想发展鸽子的数量了，就这样吧。然后也检查了一大圈，被游隼抓走的家伙和我家的无关。摘点樱桃喂兔子，这今年的樱桃实在是太多了。兄弟，要不换一个吧？你的女朋友已经没了。这鸽子还挺执着的，自从我把他的女朋友换给另外一只鸽子之后，他就待这里不走了。还好他不会说话，不然的话就不是咬我这么简单，可能还要骂我了。前几天我不是给我家的一只母鸽子换了一只公的吗？现在都关着在，准备等个10天8天之后把它们放出来，看一下会不会跑掉。之前和它配对不会孵蛋的那一只公鸽子，这不就没对象了，所以我决定把它也关起来，不然的话会干扰我刚配对的鸽子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母鸽子就这么2个，所以说咯，你就倒霉了，你自己拐回来的女朋友已经被我送给别人了。这也导致这个家伙现在脾气异常的暴躁，不是咬我就是咬其他的鸽子，毕竟女朋友是他自己拐回来的，现在我送给了别的鸽子，他能不生气吗？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家伙过分了啊！不仅咬我，还拿翅膀打我，这小伙子。别逗鸽子，能帮我充个话费吗？肯定可以呀！现在我们村好多人都喜欢找我帮忙充话费。还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话费券，那边充值快，秒到账。现在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到4元话费券。月底该充话费的，快去评论区看看吧。完了！自从我把他的女朋友分给另外一只鸽子之后，他现在一直追着咬我，刚刚还从空中飞下来啄我的脑袋，这脾气也太暴躁了吧！不过我就喜欢这种暴躁的小鸟。而且我刚刚就回家喝了个茶的功夫，他到处叼材料，又跑到仓库里面来了。现在你都是单身的，你找材料有啥用啊？来，过来，我带你去找女朋友。哎呀，这是不相信我啊！以前一伸手就飞上来了。关键是我刚刚在仓库的地上还捡2个鸽子蛋，而且全都破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，挺可惜的。等一会儿煮了喂狗子吃。然后你也别咬我了啊！这几天你就在外面出去转转，看能不能拐回来一只，主要也是没有笼子关了。等过几天那一只公的给朋友送过去之后，还是让这个家伙和他自己拐回来那只母鸽子待在一起，毕竟是他自己凭实力拐回来的，看能不能再去拐一个。不
不然的话，只要它看到我就不停地咬我。我倒是不怕咬，主要是动不动飞到我头上啄我的头发，这谁招架得住啊？是吧？哎呀，这家伙脾气太暴躁了。前段时间我不是说要给我家这一只母鸽子换一只公的吗？因为它总是下蛋，下的特别多，但是没有孵化出小鸽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这个家族繁殖出来的后代颜色基因特别稳定，所以我想换一下其他的品种或者其他的颜色。结果这个事儿我说出来之后，有几十个兄弟要给我送鸽子，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们。后来我就选择了有一个兄弟家养的淑女鸽，是一只公的，但是要给我送过来之前，他出差了，要1个月之后才能回来，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鸽子。在这期间，这个家族的鸽子也没闲着，又开始搞孵化了。10多天之前下2枚蛋。我今天来看一下啥情况，我估计是孵化不出来。你们这是狗变了吧？动不动就咬人，脾气异常的暴躁啊！还好我皮比较厚，我是不怕的。搞得还挺认真的，结果一只都孵化不出来，有啥用哦？而且每一次都选择在老鼠堆里面做窝，真是服了他们了。这个公鸽子的智商有点低呀，我把蛋拿走了，然后它还在那里孵化，我放在它前面。他都不知道把蛋给拿进去。你们应该记得我以前把鸭蛋给拿走了，鸭子是什么反应吧？放到旁边，它马上就用嘴巴给勾进去的。这鸽子都不知道把蛋给带回去，难怪每一次孵化不出来。我现在终于能理解了，就这种孵蛋模式，能孵化出小鸽子吗？我准备看一下蛋有没有受精，我预计和以前的情况一样。我刚刚用手电筒照了一下，里面啥情况都没有，废了。我刚刚把公鸽子给赶走了，然后它又回来了，结果它还是这个样子，难怪孵化不出来了。理解。蛋已经被我拿出来了，反正也没啥用了，带给母鸽子看一下，然后就丢掉。哎，这哪一只是母鸽子啊？这个基因强大到长得都一模一样，我都分不清了。这一只就是母鸽子，我测试出来的。它以前特别喜欢追我，跟个侦探一样，我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。现在对我有点距离感，等到那个兄弟回来了，我就给你换个鸟吧。现在的鸟吧太不靠谱了，难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鸽子。而且我也想换一下其他的颜色，每一只都长得一样，吃的我都担心影响智商。刚还挺怕我的，这一会儿又开始咬我了。最多10天8天的就给你换一个。到时候孵化出来的小鸽子就是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啦，我们一起期待。自从前几天我发现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踪以后，每次在户外看到八哥群，我都要过来看一下，但是一无所获啊。这一群也过去看一下，不抱太大的希望啊，全部都飞走了。然后这个家伙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的，可能刚刚也是和他们在一起。这是另外一只失踪的那一只凤冠，没有这一只大。结果狗子又过来了，把这只小八哥也吓跑了，飞到别人家菜地去了。刚那几只野生的，我看到他们又去我们家门前偷吃柿子去了，把这个家伙也带过去，必须跟上他们的队伍。回来之后发现田里面有2只，柿子树旁边还站了3只。他们这一个10只的小队伍，现在加上我们家这一只，就剩6只了，还有4只失踪了。我说他们怎么都在旁边看着嘞？原来有2只恶霸在这里。这2个家伙在这里，其他的任何小鸟都不敢靠近，因为他们找不到食物的时候，其他的小鸟都是他们的食物。别说这个颜值真好看，走，我过去摘几个柿子给八哥吃。哎呀，这个柿子的数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，这都还没成熟嘞，都被他们给吃光了。我就随便摘一个吧，随便摘了一个不怎么好看的，就放这里给小八哥吃。你这跟着野八哥混，3天饿9顿呐！那几只丝光天天靠偷面包虫、偷柿子，混得风生水起。这只八哥还差一点，不过也还好，他的野生兄弟还在这里等着他嘞。因为怕人又怕南雀，所以说不敢过来吃。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！我去看一下柿子树上面什么情况了。那2只恶霸飞走了，又来了好大一群鸟，都在这里抢柿子嘞。我每天都会在这里
看一下这帮小鸟吃柿子，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不过柿子数量越来越少，可能马上就看不到了。就看了一会儿小鸟吃柿子，回头一看，八哥已经跑了。看这个柿子被它吃了，它好像已经跑到田里面去了。刚看到和几只野八哥待在一起，另外一只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。希望这一只好好的，正在田里面呢，不管它了。早上起来，先给我的鸽子们搞点饲料。鸽粮还没到，先搞点小米和小鸡饲料对付一口。这玩意儿的繁殖速度是真快呀，又有4只小鸽子了。上一批几只小鸽子，我老表拿过去养了。这只仙女鸽啊，我发现它自从有孩子之后越来越丑了，是没时间洗澡还是没有水呀？弄得这么脏。等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它这一窝的孩子长得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一帮鱼这2天有福了，自从给鸽子喂小鸡饲料之后，它们天天都守在这里。鸽子的饲料掉到池塘里面都被它们吃掉了，这叫循环利用，一点都不浪费。你们看，有一条傻鱼钻到杯子里面出不来了，这也证明了我的清白。之前我拍了一期这个视频，也是一条鱼钻到杯子里面去了，就有人说鱼不可能钻到杯子里面，肯定是我自己放的，自导自演。这一下这不证明我的清白了吗？总有一些小朋友过来之后喜欢往池塘里面丢垃圾，哎，这杯子就是他们丢的。那条鱼好像连杯子一起钻到水底去的，等一会儿应该能自己出来，时间的问题。这个家伙站在旁边金鸡独立的看戏的，这是仙女鸽的孩子，嘴巴特别短，应该是一只公的，已经在对我转圈圈和咬我了。你爸爸优良的基因，你是一点都没继承到啊。不过总体还可以吧。走吧。这一只该死的鸽子也在疯狂的繁殖，特别喜欢咬我。最近我不理它了，天天啄这几只喜鹊。除了见到有隼的时候它是逃跑的，其他的任何动物它都要上去踩两脚。特别是见到我的时候，不是咬我的手就是咬我的脚，有的时候还飞到我头上扯我的头发。这是该死的鸽子，我去看一下它这一窝的孩子多大了。这一窝小鸽子又长这么大了，而且清一色的是红色，这个基因异常的稳定。重点是旁边又下2个蛋，这个繁殖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这货又追过来咬我了。不过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鸽子咬人真的特别舒服，一点都不痛。再看一下在老鼠堆里面繁殖的仙女鸽，这一窝感觉有点像仙女鸽了，不过嘴巴有点长，再大一点就知道了。前几天我在这里灭鼠，几天的时间又灭掉了12只，过几天继续灭。最后再让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狗子暴毙式的睡姿，最近天天都是这样睡觉的，要不是我早有心理准备，我可能已经被吓死了。它天天晚上都在外面活动，白天都在家睡觉，要不是动了一下，我都准备挖个坑把你给埋了。这睡得太吓人了。出壳戴着安全帽的瓶盖鸟住在瓶盖里的第1天，出壳第2天帽子取下来了，还是住在瓶盖里。出壳第3天依旧住在瓶盖里，它已经开始在越狱了。出壳第4天，它已经对瓶盖十分不满了，但是它太小了，逃不出去。出壳第5天，它已经胖了好大一圈了。你们猜一下，它能不能逃出瓶盖？没错，今天它已经可以从瓶盖里出去了。虽然说它羽毛都没有长，但是它拼命的爬，还爬了好远，这是对命运的不甘。出壳第6天，已经开始在慢慢的长羽管了。想摆脱瓶盖，那必须要多吃一点呐。看看第6天它的变化，对于瓶盖，它还是想摆脱，可能吗？一不小心就翻车了，而且还起不来。今天就给你换一个大一点的瓶盖，必须要多吃点鸡胸肉，多吃一点才有力气逃跑，是不是？再来一口。别看这鸡胸肉比较大，对于它来说没啥问题。好啦，吃饱之后好好休息，明天继续看你逃离瓶盖。手里还剩下这么一点点肉，带出来给喜鹊吃。怎么外面下雨了？估计是吃不饱，关键是家里面也没了。
没有吃饱都不理我了。哎，我给表弟打个电话，让他去超市给我买一点肉回来。您好，您的电话因欠费，暂时无法播出，请续缴话费。手机居然欠费的，现在的话费用的是真快呀！回家连个 WiFi 充一下。现在充话费去营业厅太远了，不方便，而且贵。我现在都是在平台充值，就是抖音上的那一个抖音商城充值中心有活动，还能领取最高4元的话费券。顺便教给你们怎么充值，点商城进充值中心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充值。出壳第7天，它的块头越来越大了，身上的羽毛已经长出来了，清晰可见。瓶盖对于它来说的确是有点小了。这一餐继续吃鸡胸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它的胃口越来越大了？之前这么大一块它是吞不了的，现在它可以轻松的吞下去，而且一块根本就满足不了它。肚子上面还是光秃秃的，不过它已经会翻身了。出壳第8天，身上的羽毛越来越多了，块头又大了一点点，逃出瓶盖是小意思啦。平时它可不是住这个瓶盖哟，因为瓶盖太小了，它根本住不了，就第1天小住了一下。逃出瓶盖的第9天，还是没跑掉。这一餐吃一点饲料，食物一定要多元化，不能太单一的。这小子胃口比我还好啊，真能造。羽毛长出来之后，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，一天一个样，变化太明显了。出壳就戴安全帽的鸟，逃出瓶盖的第10天，瓶盖是真的住不下它了，往瓶盖里面一放，它就要逃跑。瓶盖可能已经是它的噩梦了。出壳第11天，好吧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住瓶盖了，因为是真的住不下了。出壳第13天，以后再也不住瓶盖了，它身上的羽毛基本上已经长齐了，其实已经可以飞行几米了，不过它现在还没有适应，带它出来熟悉一下环境。先干一口饭吧。从出壳到现在，它的胃口一直都特别好，所以长得也还行。过2天就能把它放到户外去了，让它慢慢的熟悉环境。不过这玩意儿基本上不用熟悉环境，我们这边这个季节小麻雀真的是多到离谱，每天出门都能看到。基本上现在它们都不怕人，除非你要拿手抓它，不然的话它们都不跑的。我们这里只要是有管道，每家保底3窝麻雀。我们家至少7窝到8窝，因为我放的有葫芦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可以融入麻雀大集体喽。以后长大不要祸害庄稼哟。不过这玩意儿是遇到虫子吃虫子，遇到庄稼吃庄稼，不挑食，所以数量极其恐怖。兄弟们，给你们看一下这只小耗子现在到底有多胖。自从上一次出去消失了几天，饿成皮包骨之后回来了，我每天给它搞酸奶喝，从此以后天天回来偷吃，越来越胖了。但是也改变不了它是白眼狼的事实。这几天酸奶没有了，然后每天给它搞的苹果花生之类的，现在又不亲人了，看到我就跑。之前给它喂酸奶的时候，它可是疯狂的追我，也就3天的时间，它又变了，整得我今天一大早又去给它买酸奶去的。不过我这个人脾气倔强，你不下来，我是不会给你搞吃的的。可能是今天它还不饿，它比我还倔强，直接跑了。我一路追上来，它都不理我，最后直接消失了。我刚在这边到处找都没找到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小子真的是一点感情都不讲。刚刚为了找他，我还把这狗子给拴起来的，因为这狗子一直跟着我，我担心他把那只小耗子给追丢了，结果还是跑了。哎，还是这狗子讲感情呢，把它给放了吧。来，给你搞几根火腿肠。每次总有人说我对你是最苦的，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好吃的你吃的是最多。一般情况下他对吃的都没啥兴趣的，主要就是平时好的喂的太多了。吃完之后给狗子打理一下毛发，隔3差5的都要给它梳理一下。虽然说看起来很脏，实际上它的毛发还是挺顺的，而且我发现它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看又掉这么多毛。
刚一直给狗子梳理毛发，没有来得及理这货。我发现这货刚特别有意思，他一直对着这个车子铁山靠，可能是看到车子里面有一只公鸡，他想打架嘞。已经围着车子转了好多圈了，还在转。这货一看就不怎么聪明，所以说肉肯定不好吃。不然的话，我为什么一直给它养着呢？我记得昨天晚上一直把你关着没放啊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难得今天没有去找隔壁家的母鸡，而且还挺聪明的，站到我手上就知道要干啥。这货别的都好，就是这个重量啊，越来越重了，感觉我的手都有点招架不住，在颤抖了。你们这4个家伙是准备啃老是吧？刚我说给土花梅搞点面包虫，结果这4个家伙一下就飞过来了，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给吓飞了。我刚刚把1盒面包虫都倒给他们了，还好，吃饱之后集体上树吃柿子去了。还有几只野八哥，这上面我已经分不清了，他们现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这个功夫，赶紧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。看黄豆地里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只应该不在里面。哎，思光和八哥也飞到黄豆地里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扰我找土花梅。这几个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来越头痛了。我已经发现它了，在这棵桂花树里面，找一下吧。在这里发现它了，这家伙别人捡到给我送过来，到现在养了差不多2个月了，还不会自己找东西嘞。所以说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来了，锻炼它一下。饿了就赶紧过来呀，食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猜它又饿了一早上，因为这个季节本来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学习的速度特别慢，现在每次还等着我喂它呢。不过问题不大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慢慢的总会自己捕猎，只不过在这期间一定要小心流浪猫之类的，1号天敌呀。我把它从树上给拐下来了，还等着我给它喂吃的呢，到现在还没开始换羽毛，所以说在这个期间一定要给它增加营养，免得到时候营养不够直接暴毙的。一段时间没有给它挠痒痒了，我这手法还是这么熟练，它还是这么喜欢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几只搅屎棍飞走了，赶紧给它搞点面包虫，补充一下营养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欢给它挠痒痒的，特别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给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总是让我喂你。一口气吃了7条面包虫，还没吃饱嘞。吃完了等一会儿给你拿吧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个镊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给它喂食物，也可以给它按摩。不过还是没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会儿再给它拿一点面包虫，根本没吃饱啊。这家伙是今年尾窝的，预计最近直接给它放生有点不现实，等它一边换羽毛一边野化。我去找一下那几只搅屎棍，就剩它一个还在这里吃柿子，我估计其他的几只和野八哥一起飞到别的地方去的，也挺好的，最近飞得越来越远了。自从柿子要成熟之后，每天都是各种鸟在上面偷吃啊。我过来找一下鸟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没有在上面。发现这货正在这里偷吃的，看这个柿子已经吃了一半了。这里还有几只魔术鸽，你们几个吃粮食的待在这里干啥呀？水果又没兴趣。今年的柿子长得挺好的，不过越来越少了，都被这些小鸟给偷吃了。这个柿子已经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经成熟了。都这个季节了，蜜蜂还来凑热闹嘞。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，被蛰一口不得了啊。反正这些柿子每年我们都没摘过，全部都留给小鸟了。今天来选一个，等一会儿看一下狗皮膏药吃不吃柿子。这一个应该成熟了。就你呢，还破了个洞。这几只丝光椋鸟天天不是偷小鸡饲料就是偷面包虫，这几天又天天开始吃柿子，所以说它们也不跑了，
就在家门口附近，反正总是有吃的。这里还有一只公的，母的去哪里了？看，这吃的多开心呐！所以说根本饿不到它们呢。母的也被我发现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们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长得比较丑？公的颜色特别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们站在这里，其他的野生鸟想过来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扰它们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不去吃柿子啊？在这扯我多肉。这是饿炸毛了还是刚洗完澡啊？应该是刚洗完澡，也饿不到它。这两只小八哥也是天天飞到家里面去偷吃小鸡饲料。我去给他们做个消音器，可能家里放的饲料没有了，好久没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话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难搞哦。特别是这两只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准备啃老吗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们两个赶紧跑吧啊！这两只八哥就是今年别人给我的蛋，然后我孵化出来的，已经换好羽毛了。这一只丝光对消音器还有兴趣嘞，主动飞到我手上来了，把八哥都赶跑了。看，换好羽毛后的丝光两鸟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们几个好像还偷偷的学会了说话，应该是和二驴学的。我听到过几次，不知道哪一只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个柿子放在这里，记住这个味道啊！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尝一下柿子的味道。食物太多了，总是偷吃我的多肉干啥嘞？这个丝光换好羽毛之后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希望明年它们能在我们家附近繁殖。预计不出意外的话不会跑。回家休息一会儿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饭吃，叽叽喳喳的，太多了。兄弟们，再过几天就要放国庆节了，你们有什么安排吗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干啥？这不，国庆放假哪里人都多，所以说嘞，我准备去山上砍一根竹子做一根鱼竿，没事儿在河里面钓钓鱼，多省心呐！路过河边的时候，先过来看一下资源怎么样。好久没来这里钓鱼了。就你们钓鱼佬的专业程度上来看，这里的鱼情怎么样？有没有搞头啊？对的，顺便让贝贝在这里面洗个澡，又节约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刚到河边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条搁浅的小白条，这还挺大的吧？看这个块头，和贝贝差不多长了。还好遇到我了，你运气真好。放生，早点回家。从这个情况上来看，这里的鱼真的很多啊。看来在这里钓鱼是没有错，可惜今天鱼竿都没有。这个家伙胆子有点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去找鱼竿。在山边捡了一根，刚加工了一下，其实还可以，就是太重了。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动物啊，刚刚两只小松鼠在这里吃板栗，可惜它们的速度太快了，没拍到，尾巴特别大。这些板栗都没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动物给吃了。这玩意儿居然没被野生动物给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还没成熟吧。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来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感觉一般般呐。这一根挺长的，但是有点重，不合适不合适。这一根稍微好一点，哎，但是不喜欢呢。再找一下。这一根还可以，就是有点短，差不多1.8米这个样子，将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对钓鱼没啥讲究，爱上不上。看，在旁边的地上还看到一个鸟窝，这真的是走哪儿都能碰到啊。这是白头杯的鸟窝，应该是别人在这砍竹子的时候给它弄掉的，是个空的。走吧走吧，我的目标鱼竿已经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这几天有时间就过来钓鱼。回来了，这狗子真聪明，它知道我带着贝贝，它今天干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来之后看到贝贝在我头上，它立马离我远远的，它也害怕把贝贝给吓着了。好，国庆节放假，
到时候钓鱼我就带你去。从蛋孵化出来的小八哥真的特别亲人，我都1、2个月没管它们了，我去哪里它们还是喜欢跟着。这不，我出来逛了一圈，它们2个又跟过来了。不过最近在换羽毛，飞行能力不强。过来。其实我是不想让它们上手的，这2个家伙有一个特点，特别喜欢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好肥呀，这一只基本上都放着在，天天都在偷饲料和面包虫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这是另外一只，换毛比较慢一点，最近把它关到笼子里面，关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没法说。飞行能力它也比较弱一点，所以说也算是对它的一种保护。等羽毛换好之后，就不用管它了。这2个家伙自己偷偷学会了说话，会说过来，别的没听到，没教过。飞一下。以前他们俩形影不离，自从把另外一只关了1个月，现在他们都各玩各的，见面就打架。看，刚刚逛到这里，别人正在浇花嘞，他们2个估计渴了，也不客气啊，直接飞过去就开始喝水。有一只还试图进桶里面洗澡。羽毛换好之后，到明年春季要进行野化训练了。走了，去别的地方。等到时候他们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然后你们看一下啊，我到田里面来了，我围着这个玉米杆转圈圈，他们2个一直跟着转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们给丢了。今天这么亲人，我觉得有点反常。等一会儿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面包虫吃完了。这围着这里转，再转2圈，我觉得我可能都要转晕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刚还给他们抓了几个蚂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。今天这么亲人，回来之后一看，的确是放的面包虫都被他们吃完了。然后昨天买回来的面包虫还没拆开嘞，他们吃不到，难怪这么亲人。但是也难不到他们哦，就一会儿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们啄破了，开始在吃了。好吧，从现在开始有吃的，又不会理我了。总之吧，这些家伙就是谁能给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谁好，其实一点感情都不讲。要说有感情，也就贝贝对我是真爱。他的羽毛也换好了，一出来把2只小八哥都吓跑了，每次出来都要暴揍他们一顿，所以说现在已经怕他了。前段时间大家都说他丑嘞，现在不丑了吧？而且这个羽毛还没有彻底换好，凤冠还会再高一点，再等几天就差不多了。就他是真爱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问我要吃的，特别棒。